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藏海传背后隐藏了哪些未曝光的关键细节？藏海传数据狂飙的背后是套路还是传奇？要说今年电视剧圈哪家卷王最能打，那就得提一嘴这部现象级大爆剧《藏海传》。咱们不吹不黑，先报账单：2025年上半年。猫眼热度高达9809.70分，22个热度日关，3次周关，1次月关，18.39亿有效播放。6月份还蝉联角色热度月关，数据这架势，简直像东北的老年广场舞，雷霆万钧，气势如虹，横扫全场。肖战演的那个藏海更是热度爆表。角色数据直标10697，打破同档期各路大神设下的天花板。此刻我就纳闷了，各路神仙剧本争夺收视，平台榜单如股市般日夜波动。这《藏海传》到底咋就一骑绝尘，成了今年剧集里的超级卷王？唱衰与站台看热闹的不嫌事大。说个实在话，在电视剧圈子里讲数据已经成了一门玄学。你前一阵还口碑炸裂的新剧，热度还没攀上高峰呢，转眼之间就被《藏海传》一个加速度反超，连个喘息都不给。啥叫观众入场看好戏？不就是排队买瓜子那种势头呗？世上从不缺跨界一边看一边喷的吃瓜群众。有的人直拍大腿夸赞，说这剧是国产古装剧的天花板，故事设计、角色颜值、演技、制作、音乐啥都在线，主角配角抢着爆。也有人撇嘴，觉得这阵仗有点熟，似曾相识的手法，一出场就是数据大碾压，剧情节奏吧，多少还那点套路，好像在哪见过。为啥这么分裂呢？这事还真不是仅靠热度和榜单能说圆，道理不复杂，平台说自己高兴的不知天地为何物，不夸自己，还指望对家给唱彩吗？但观众眼睛老亮了，有点内容就买账，若全是套路就转身走人。这年头的网友比谁都聪明，剥个猫眼热度的真皮，看见啥？说到《藏海传》现象级爆火，我们先的波拉开高耸如云的热度数据罩子，瞅瞅这背后究竟是啥门道？先打比方，一部剧火不火，就像冬天遛狗，公园热不热闹，看的是狗自己撒欢还是主人手里大红气球多？现在这个18.39亿有效播放量，猫眼多次日关，灯塔4榜冠军外加优酷日登榜首，放在3年前，哪个制作方敢这么浪，还不得被同行骂飘了？可横过来，这热度到底能当几碗饭？提工程量，拼数据，整话题，归根结底还是要观众真心买账。肖战这波角色热度，靠的可不是光靠一张脸。你细品藏海这个人物，从设定到表演，演员用心是显而易见，情绪层层递进，内心戏足，可惜人火细爆。老百姓通讯录里的热心肠大姨、三舅二叔都知道了，这火那就不是一般的大。身边的观众咋说的？有几位小伙伴在群里吆喝：妈呀，这剧追得不过瘾，爆米花都磕糊了。但也有嘴硬的隔壁大姐头：啥呀，还不是演套路烧脑，最后不是照样给主角开挂？一时间，正反双方火力全开，好比下馆子点菜，一个想吃麻辣火锅，一个偏好冷盘小菜，吵半天还真没人让步。假性平静好剧难长红，传奇也是套路。热播数据大佬们喊得震天响，榜单上风光无限，可别以为局势已定，江山永固。我们都知道，电视剧热度如过山车，巅峰时热闹非凡，稍不留神就跌成一地鸡毛。有多少剧不是一年爆火，隔年查无此人？甭管你数据砸得多漂亮，该翻篇的时候，观众照样去追下一部新剧。反方声音也来了，这2年，部分观众越来越理性了，大数据造假成了热门话题。
漂漂亮亮的热度和播放背后，观众开始细琢磨这到底是自来水推上榜的，还是真有幕后推手，广撒流量。尤其粉圈打榜、刷热度那一套，江湖早已传说流量崇拜为榜单论英雄，让本就不爱吹牛的理性哥们不禁冷笑三生数据神话算啥，能熬过3个月还能被记得，才叫真本事。还有人戏巴《藏海传》剧情这套路实在眼熟，古装加悬疑加人设逆袭，情节在反转，亲情在虐心，也没跳出狗血加勺糖的那味儿。到底是观众太容易感动，还是平台太会带节奏？换句话讲，套路在升级，高颜值在当道，有没有可能只是今年流量池里的最强鱿鱼？反转来的措手不及爆款的真相。说来也搞笑，数据、口碑、角色热度压根就是一组巧妙的三角博弈。原本以为收官后，《藏海传》热度会像春晚小品转瞬即逝，结果咱们6月底热度依然在8200、8400之间横盘，观众仍排队刷2刷3刷，肖战那位藏海更是蝉联酷云角色热度月关，难不成终于有剧能长红？真相往往比剧情还跌宕。有人分析，《藏海传》这番爆红，根子在创新偶像化，靠高颜值流量带队，但更杀人诛心的是抓住了主流观众的口味，节奏快，剧情紧，反套路够狠。而且多平台霸榜不是做做样子能撑起来的，哪怕数据有点力的作用，总归得有点真材实料。最要命的是，伴随审美疲劳加重，现在剧粉难伺候，《藏海传》能15连冠、20连胜，不仅仅是流量卷王，更像是开挂选手，深谙爆款定律。事情远没这么简单。有人担心爆款剧如同烈火烹油，鲜花着锦，狂欢过后难免一地鸡毛。平台吹成天，一波多关后要是谢幕，估计又得换项目，拉新策划。同行先红未尽，后面新剧还会翻出啥风浪？猫眼、灯塔、优酷这3足鼎立，哪家都不敢松懈。风平浪静背后暗藏玄机。你以为爆款收官就使命圆满，其实表面再平静，也难掩另一个冷冷的现实。所有平台都争着抢着要第2个《藏海传》，但天才不是批发市场，80亿数据。28个日关不是每天都有，这2个月新宠剧作蠢蠢欲动，平台老总们一个比一个能卷，流量分配的暗流早已涌动。藏海传的断层领跑，反而对后面新剧造成了不小的压力，观众审美疲劳，圈内套路频现。创新本来就比洗牌难得多，谁不想复制藏海模式？可惜大家心里明镜似的眼球笑。硬拼不过剧情创新，数据造假终究要被识破。流量顶流既是双刃剑，也是紧箍咒。有多少主演靠一阵风红了一把，最后却成了过眼云烟？所以这爆款剧王的帽子戴着舒服，可保不齐哪天又成舆论引爆点。追剧人分裂守旧 vs 创新，和解有戏吗？藏海传热度暂时无人能敌，可热度更高的其实是观众的分歧。一波老剧迷呼吁创新，要更多打破套路的新意，而部分平台、粉圈和制片方又拿流量为王当护身符，你来我往，吵得热闹，两派观点一水儿的泼天流量，哪有半点和气生财？咱们当真以为一部《藏海传》就能给2025年电视剧圈定调？未必。眼下平台刷榜，粉圈控评，内容与流量双重内卷，一旦观众的胃口被养刁了，还怎么保证下个爆款不会被提前判死刑？寄希望于数据续命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都说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《藏海传》无疑抬高了2025年剧圈的地板线。可你要是就认定它是新巅峰，那我可得乐呵一下了。真当爆款都是批量生产，认准一个剧本，
一个流量就能百试不爽。榜单天天换，观众眼光精低很，想赖着不走的人，下场都不会太体面。当然啦，打铁还得自身硬，平台能不能别吹牛了？全网热度的神话别光靠数据说话，还是多给观众点真诚，来点剧情惊喜。现在流量浮躁，大家都看膈应了，别等新一轮好剧扎堆上线把《藏海传》躺赢神话成了笑话，那可多尴尬。《藏海传》靠一串现象级数据连环爆红，这到底是演员演技和剧情质量双管齐下，还是被平台和粉丝流量推波助澜的新时代大饼？你究竟更愿意相信高热度等于好口碑，还是依然死守质量至上论？数据爆表剧王是福是祸，咱们评论区掰掰腕。